今天我们说一说山西为什么有全世界最好的炼焦煤。首先，我们可以确认，全世界炼焦煤里边最好的品种在山西，不管是骨焦也好，柳林也好，它都会比世界上，比如说哪怕是澳大利亚也好，美国煤也好，在各个指标上边都会比他们好。好，在这个结论基础上，我们来讲讲它为什么会如此之好。好，今天我们从这个柱状图开始来讲为什么山西会有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这个是山西斯坦二叠纪的一个综合柱状图，在下边这是一个海洋层级环境。在这个时期，地球上陆地上没有生命，没有植物。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的过渡的这一段时间，地质学上把它叫做滞留纪和泥棚纪。在这个阶段，地球上开始有了陆生植物的萌芽，但是它并没有开始大规模的蓬勃发展，它没有具备像我们今天植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根茎叶、这种二氧化碳的这个高效率的这种植物。那么从石炭纪开始，陆地上的植物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到我们这个柱状图形成的这个年代，也就是全世界大规模的，只要有陆地的地方就形成煤炭的这一个成煤期，我们把它叫做石炭纪成煤期。因此，这个成煤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化的一个形成煤炭的时期。我们地质上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越早的成煤期形成的煤炭，它的质量越好，特别是对于炼焦煤来说，由于它这个植物进化的原因，越原始的植物它的脂肪蛋白比较多，越现代的植物纤维素和木质素比较多，因此它会有比较好的粘结性和结焦性。由于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第一个成煤期的一个代表，那我们就会想，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和它相似的成煤期呢？我们从成煤年代这个角度来对世界上主要的一些成煤期，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和这个时期相同的规模化形成煤炭的一个煤田吧，一个是山西华北，一个就是德国鲁尔。德国鲁尔我们基本上相同，在这个年代是它的主要的成煤期，因此德国是仅次于山西的一个炼焦煤的生产地，但是德国鲁尔已经停止生产了。那么质量再往后推，那就是阿巴拉契亚和东巴斯，这是世界上炼焦煤的第一和第二大煤田。那么它们的形成年代跨了个石炭纪的边儿，是大概从这个地方开始，它主要的形成是在二叠纪。因此阿巴拉契亚和东巴斯煤田它的形成时间大约比我们晚个1000万年左右。再往后，我们在煤炭贸易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资源输出地，比如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主要是波恩煤田，波恩煤田它的生成年代石炭纪它没有煤，主要是形成二叠纪，二叠纪还是中晚期。还有就是现在的蒙古煤，它就更晚了。所以从成煤年代来说，这是山西占的第一个优势。山西占的第二个优势，成煤环境。我们看到每一个煤层有砖块的，这都是石灰岩沉积物，它代表的是海洋沉积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层煤，它都是在一个辽阔平坦的一个滨海环境形成的一种煤炭资源。一方面，它植物快速的生长；另一方面，它不断的有海水、海径把它埋在最底下，上边沉积了石灰岩，因此它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保存。所以，我们石炭纪的煤层基本上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植物生长环境和海洋覆盖环境不断的重复的一个过程，因此它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另外呢，在这个还原环境下，而且当时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是现在的20倍左右，比现在多很多吧。它整体上是一个还原环境，它的氧化作用比较弱，所以我们石炭纪的煤静止组和稳定组是比较多的，湿质组是比较少的。这是我们成煤环境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微岩，周围的岩石就是灰缝的这个或者覆盖物的这个铺给区，它有比较少的碱金属，它是以硅铝金属为主，这就是成煤环境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山西煤炭的第三个优势就是我们这个柱状图所表达的，这个二叠纪成煤期结束以后，这个华北石炭二叠纪的这个地质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沉降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从二叠纪成煤期往上走，比如我们从太原到1000分是上边有2000米左右，
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阳泉地体上边还有能够看到的，在它上边沉积过的这个地层的厚度是3000米左右，也就是说，这个煤层在这个成冰期结束以后，它埋在地下3000米以下，埋藏了多少时间呢？一直埋到这个侏罗纪早期，我们有一个这个燕山造山运动。就是地质学上有一个造山运动，我们把它在中国叫做燕山期造山运动。在这个燕山期的时候，这个华北斯坦尔跌积这个沉积的煤开始抬升，大体抬升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深度啊，比如说就经常露头了，经常有这埋藏深度也没有那么深，就形成我们今天的山西的煤炭格局。总体上说，这3个因素导致了山西形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炼焦煤，也就是说，这么好的3个条件的组合，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山西的炼焦煤也是绝无仅有的。好，谢谢大家。